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再次进入底背离状态，这个技术我们最近经常会用到，底背离见底，而顶背离要逃顶。那么这次又是一次低点机会吗？英伟达财报前超跌，机会将在财报之后产生。亚马逊则依旧趋势看涨，那么下次加仓应该会是月线上破。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62期的视频，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到有关于指数的一个分析。那么在市场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指数进入到了一个底背离，那么有同学可能对于背离不太熟悉的，我们等会会再讲一下底背离技术，目前怎么去看有一个底背离，而后我们还要把缺口再次的了解一下。缺口技术目前已经把纳斯达克指数的缺口完全回补，它代表什么？那么后续又应该发生什么？那么了解了指数环境后，我们再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关于个股的分析。个股上我们要看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威、谷歌、微软、Coin、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BB、SO、XL、Meta、A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BIS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那么我会看到视频当中的目录会有比较多的一个成分部分，所以视频内容一般会偏长。但阿哲知道不是每一部分您都感兴趣，所以也把所有的内容做了一个时间轴，大家可以通过时间轴来进行跳转，优先观看您想要看的那一部分内容。首先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有关于美股市场的一个指数分析。我们来看到这一张图表，在前期我们如何在高点去提醒风险，又如何在之前低位去提醒一个机会，其中除了有九转的一个信号产生之外，那么标普和纳指也在同一时刻发出了另外一种共振信号，就是背离。所谓的背离它跟平时所学的量价背离和指标背离不太一样，它主要就是看两个指数的一个状况，分别看的比较多的是纳斯达克和标普500。当市场出现上涨有新高的时候，比如说标普前期创出了新高，而且是这种加速强势的阳线创出新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会认为市场进入到一个机会的阶段，这是传统的技术分析。但指数背离它需要把两个指数同步分析，那么我们看到标普有新高，感觉机会很好，但是纳斯达克指数却并没有新高，而这就是一个顶背离的状况。而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任何上涨九转或者说黄 K 超买的信号等等的，它的风险性就比较大。所以当时这里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前期下跌也同样如此，是吧？一个市场的下跌，纳指出现了一个底部的破坏，出现了一个创新低，但标普其实没有，这种下跌时的一个不同步。当下我们可以看到标普和纳指它其实并没有出现下跌，一个创新低，一个没有创新低，也没有说一个还有新高，一个没有新高。那么这个时候它所产生的背离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不一定只去关注它的前高和前低，像有一些特殊的带有特殊含义的 K 线缺口也需要去关注。像我们所看到的前期之前这里就有一个小背离，当时的纳斯达克指数它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没有被回补的，也没有被触及，所对应的下方的一个标普，你会发现它这个缺口最后是被回补掉了，所以它当时这里就是一个上涨时对于缺口的顶背离，它并没有去碰任何的一个高点，只是缺口的一个背离，它也构成这种顶底背离的一个判断。而当下你会发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同步下跌时，那么这里纳斯达克指数已经把缺口完全回补，而标普它其实并没有去回补缺口，甚至都没有碰到这个缺口，所以一个下跌没有补缺口，一个下跌完全回补缺口，这其实也是底背离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背离跟前高前低比相对弱一些，所以它也容易被修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求的是，如果这个底背离真的是见底的信号，它不能够在这里标普继续去往下去填补这个缺口，只要标普不填补这个缺口，那么不管纳指后面再怎么去跌，这个地方我们依旧以机会来去看待，只是还需要除了背离之外的一些叠加的一个技术，比如说仿包阳线的产生，所以这就是一个顶底的背离。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缺口方面，那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缺口状况。那我们会看到当前其实已经把前方的缺口给回补了，而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没有缺口的。
所以我们说缺口是支撑，那它补完缺口没有实体破，而是有影线，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我们一定要等待阳线的出现，确定止跌有效。目前是连续7连阴了，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一根阳线，对于纳斯达克指数的止跌意义重大，特别还是缺口回补时。所以结合目前是底背离，这里如果不继续往下跌，标普也不回补缺口，那么出现一个任意的仿包阳线，则将是市场回调结束的一个信号，那么再次能够看调整后的一个上涨。而除此之外，如果标普继续实体阴线跌破缺口，而我们的标普同时也继续填补缺口，那么这里则说明还有下跌空间。那么这个下跌空间，我们用缺口的角度看，一旦填补上方缺口，那么它就有机会继续往下填补下方缺口。那么这个下方缺口，那离得可就不近了，所以这些缺口将会等待被回补。所以最好在这里就能够止跌。这里如果不能止跌，继续往下，或者说这里短时间止跌而反弹不能补上方缺口，而选择向下，那么其实它的目标可能就是往更低的低点，而后去填补下方缺口。所以这是对于缺口我们要再次回顾的，这是曾经我们在市场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去讲过，它有可能要去填补缺口再往上涨，而现在它是没有做这个动作，提前止跌而提前上涨。如果这里真的还是反弹，它不能在这里止跌去创新高，那么它的目标就还是下方的一个缺口，这是我们要小心利用最坏的一个情况。所以希望这个缺口就能够抵挡市场的一个回调，继续去创新高。那么以上就是阿哲对于这个指数的一个看法，通过背离技术和缺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观点。那么希望以上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是新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依旧支持阿哲视频创作。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也可以在点赞评论的同时，也可以点击视频的订阅按钮，在视频底下您会看到一个订阅的选项，点开之后会显示已订阅。感谢您在第一次相见就能够点击订阅阿哲频道，我们未来可以持续学习技术分析和了解美股技术和了解美股行情跟踪。如果您是今天刚成为阿哲订阅粉丝同学，也有一些福利给到各位。阿哲知道最近市场行情其实并不是很好去操作，所以如果您想要在实战上有所更进一步，除了学习技术分析，也可以投入到实战的交易当中。那么也可以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可以去找助教领取这一个期权交易课程。那么这个课程会有直播和知识内容，那么大家可以在每周，那么大家可以在本周就可以去参与最新的关于本周行情的期权的布局。阿哲是专门邀请了一位 Great 老师为大家去专门去讲解有关于期权的一些交易方法，以及最新的期权策略如何去布局。那么像最近的美股行情出现不断的升幅，那么像最近美股行情出现不断的连续下跌，是纳指7连阴，其他指数也各有回调。在这种环境之下，龟老师的账户依旧保持新高，依旧保持增长，这就说明期权策略一旦用对，哪怕是环境一般的市场，甚至是恶劣的市场，我们也可以保住利润去对冲风险。所以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粉丝的同学，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去找到助教，去报名参与本周的课程。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那本周可以免费参与，免费学习。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关于个股解析。那第一只标的，我们来看到特斯拉。关于特斯拉它的一个行情走势，其实当下维持还是一个反弹回补缺口，对于这个缺口已经接近回补，目前这里是对于前面低点破位之后反抽再次站上了，这个站上其实已经说明这个反弹力度是远超正常的一个破位之后的反弹，因为它九转之后没有下跌，而是继续往上去突破。九转意味着一个衰竭的产生，上涨的九转意味着一个衰竭的产生，下跌九转意味着空方衰竭的产生。所以正常的一个多空力量下，空方衰竭它正常就应该干嘛？出现一波上涨，多方衰竭容易出现一波下跌。所以在多方衰竭后，如果不出现下跌而继续上涨，特别还有阳线仿包和跳空上涨，它就说明这一个衰竭它已经不对称了，当下说明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多方动能所以这种多方动能目前在维持持续的变强，这是一个好迹象。那么当下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一个反弹目标究竟有哪些。第一个就是这个缺口的回补，因为一个空方缺口被回补之后，往往会产生反向的空方的力量，就类似于之前的下跌这种缺口被回补之后会有空方力量的一个产生。那么当下这么大的一个缺口被回补之后，肯定也有空方能量的产生。昨天出现了一个阴线回落，但风险不大，因为它不是仿包阴线，它只是一个对于之前上涨阳线的一个内部收敛，它只是一个运线状况。
所以要小心的是运线之后继续收阴，跌破运线母线低点。如果只是正常震荡不破运线低点，而继续反破运线高点，那其实就会是看涨。这是第一个，从 K 线的角度去看。而后我们来看到它的趋势，当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那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缺口可以去关注之外，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底下也有一个支撑，底下支撑是我们的之前的彩虹带由空方下跌的压力带变成了支撑带，所以这个支撑带当前它的一个上沿是在 337.641 以及 329.704，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支撑区了，价格最好是不要跌破母线的低点，往下试探之后能收影线，那这其实就说明整体的上涨回调是很健康的，所以最好不要往下明显收跌破。这个飘带目前比较窄，它的支撑还不算很强，所以不能够有实体硬件去触及会更好。而晚上其实就是完全回补缺口之后去看待它的一个空方反复的一个力量，因为目前只是一个运线，所以不能代表它就一定会回调。而这个缺口的最上沿它其实是 372.9， 目前是还没有去触及，还差一点点。如果能够补缺之后依旧不发生比较明显的调整，那么往上的空间其实就能够看到这个龙门线了， 397.205。 龙门线是在下跌趋势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中期目标，往往在碰击龙门线之后一般会成为一个中期的高点。所以像之前每次在龙门线之下的行情，每次反弹，那么到龙门线附近就要小心了，要么有反转的机会，要么就是一个中期高点，要小心后续的再次新低。所以如果能回补缺口再次往上，阿哲的极限可能就可以看到龙门线的一个价格。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标的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行情。英伟达在最近走了一波震荡之后，其实中途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九转信号的，因为震荡行情它走九转有一定难度，九转一般会出现在比较明显的这种上涨和下跌当中，而当前你会发现这个九转已经出现了第5转，所以可以说明当前最近的下跌其实还是 OK 的这个力度。所以如果它要维持到财报发布后才出现机会，那么有可能会走这一个九转的一个形成，但它其实已经回补了2个缺口。如果再往下，就在这个缺口还不止跌，再往下其实就不是说特别强势一个结构，所以它往下走，如果走出九转，其实就说明这个下跌它的力度有点强，后面哪怕空方衰竭，阿哲认为大概率也只是反弹，所以最好不要出现下跌的九转，而应该在这个缺口在填补之后就止跌，这才说明是一个强力的一个结构。如果这里不能止跌，继续往下破，那底下还剩下的缺口，那其实就只有这个了，这一个一旦破，那就更弱了，所以最好不要有这种可能性，尽量在这里就能够止跌，这里不止跌，后面走九转，那么行情阿哲也只能看反弹，而不是现在的继续的一个新高所以最好该止跌在这里就应该止跌，不止跌后面可能我们就比较少要去关注它了。接下来看到它的一个趋势行情，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行情图表，英伟达目前其实也进入到了一个超跌的状态，超跌的图中出现了这种蓝色 K 线，蓝色 K 线说明市场是跌的短线比较多了，所以它容易出现反弹的需要。那它究竟会不会有反弹走出行情，这得要看它的一个位置。而英伟达最近的几次的这种超跌的位置是刚刚好，还不错。像之前的超跌，其实你会发现，只要超跌，这种市场相对冷却了一些之后，相对的散户可能有点相对不是那么的高涨的热情之后，其实行情容易在这种地方产生，所以当下也是一波下跌，还带有缺口，很多人在最近都被跌懵了。那这种情况下，发现行情好像不如之前想的那么能够直接去向新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发现这种机会出现，其实它更容易是真正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最好在缺口这里就能够停住，而后寻找蓝 K 后消失反包，那将是一个买点。而后这个缺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下沿，其实就是208.74，目前其实略微跌破一点，如果今天再收明显的阴线下破就不好，10日线还行，所以不能够再收明显下跌阴线了。那哪怕后面财报后反弹，也只能先看反弹。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面是加密货币，加密货币我们可以了解到市场的一个走势，加密货币我们目前可以看到是上方是以太坊，下方是比特币。曾经我们也讲过加密货币它存在一个顶背离，不过目前基本上顶背离修复了短期的，市场也从一个飘带由一个黄色转为紫色，
那么当前这一波紫色上涨的飘带一般不作为趋势行情的第一买点，就跟之前这种上涨，就第一次市场从一个黄转为紫，它是一个确定市场转变了短线、中线的趋势，那么后续的回调才是我们去寻找的一个机会。所以每次在趋势转变之后，我们第一波行情可买可不买，有那个能力、有那个魄力去把握左侧买点的可以去买，而如果是正常交易的散户投资者，我们比较建议是右侧寻找回调飘带的一个交易机会。所以目前如果要做多，我们应该去看的是以太坊回调飘带的一个买入机会，因为两个货币当中，短线来讲还是以太坊相对保持一个强势，不管是之前的下跌不创新低，而比特币创新低，是吧？还是后面比特币的一个网创新高，它的一个先创新高，都说明多头方面的一个优势方还是做以太坊会更好。不过目前它还没有一个有效回调，而在走一些十字星，所以这里不太适合作为一个买点，特别它还进入了一个黄色 K 线，是吧？两个货币都进入黄色 K 线，所以这个其实就不太好，这里去买就相对偏追涨啊。所以加密货币整体就这么个逻辑，它有更好的机会，目前是看涨，但是要回调之后在飘带附近去选择，而当前还太早，到时候我们再讲，继续跟踪。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第一只标的是 call 位。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 call 位的一个行情图板，它其实从高位而后一直的回落。当时我们是不是讲过，龙门线一旦突破，其实两根过程当中容易见到高点，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规律。只要多头不是说特别强劲，那基本上其实龙门线一过，两根容易回调，是吧？黄飘带一过，两根也容易回调，是吧？只是这个调整力度而已。目前call位它其实经过这一波上涨而后回落，我们会发现它其实还是一个紫色飘带为一个支撑，只是龙门线没有站住，这是小小的遗憾。如果能站住就更好了。所以跌得有点厉害了，目前也进入到了一个蓝色 K 线。我们看一下它的九转走到哪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下跌是连阴下跌，而后它的 TD 技术是到了第5转。目前飘带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跌破，因为它只是跌破第一根是蓝 K。这个地方如果它能够快速止跌而后蓝 K 消失反包，那么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飘带上的一个买点，毕竟它前面这一波上涨已经让趋势转变，所以我们说第一波上涨属于左侧的，这个白 K 突破你要参与都行，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左侧的。而这一波上涨之后，在中途你就不能追了，就跟刚才我们所讲加密货币是一样的，就这一波上涨如果你买，其实很容易中途买到这种点，那价格的下跌后你可能就会把一部分资金浪费在这种地方。所以目前2次的回踩而后蓝 K 消失反包突破，那么这是右侧的一个买点，而蓝 K 是否会消失反包，我们要在最近好好去关注一下了。这个高点是 87.2， 如果反包它并且蓝 K 消失，就可以作为买点。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谷歌。谷歌其实它的机会也是有的，它是出现了一个9转下跌，但这个9转我们说过很多次，它不代表一个好的现象，它只能说明它跌的比指数强，因为指数目前都还没有9转。好，所以它这里我们只能说先能够找买点也行，但它其实在大趋势上没有说特别好啊，所以它这里是一个9转下跌，而后蓝 K 消失，目前反包，所以这里可以构成一个买入的信号，你的防守位就可以放在之前9转的止损332.65。我们在平时的盘前广播当中，谷歌也是一直有所跟踪，特别是放在第一支去跟踪的。昨天我们讲过，这个蓝 K 突破就是一个买点，并且它有一个3财出的一个信号，所以这个买点可以作为一个买入的一个信号。上方的飘带比较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把它当做太强的一个压力，除非它反向直接跌破我们的止损，就另外一说。好，那就说明它确实有压力，到时候再看。但是买点是构成了，所以上方飘带可以看到它小的一个压力是在 348.03 左右。我们希望的是它周线9转在这里出现反弹，日线的这里有一个9转，有一个短线超跌。那么现在它从日线出现买点，我们希望它能够往上至少去破这个高点，是吧？能不能新高先不说，至少破一下左侧的高点。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中期的一个看法，这里谷歌可以成为一个买点。而如果你昨天有看到阿芝的盘前广播，其实这个买点是可以直接去触发的。像阿芝呢，不是说每次的盘前视频都那么及时，可能也不是每一天都会去更新，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每天看到阿芝的盘前广播、盘前一些解析，都可以去点击阿芝频道的订阅按钮，成为订阅粉丝关注之后，新同学在右上角唐朝小卡片找助教，都可以去领取每天的盘前。当然在底下的评论区，阿芝也放了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不管是想参与期权课还是领取盘前广播，都可以找助教去进行了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个股就是微软了，它是一个蓝 K 消失而后反包，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构成我们昨天盘前所提醒到的，就是蓝 K 消失了。周五的阳线是上周五接近反包，但没有反包，
而后在昨天反包了，所以这里其实可以产生一个买点。虽然它这里不是说特别好，为什么？因为它的阳线就0.84的涨幅，就差了一些些，但怎么说不算特别好，但也能构成机械的买点。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的买点如果优中选优，最好是能够把前面这个阴线给突破。现在这里更像是一个震荡啊，所以蓝 K 的突破这里可以先放一部分仓位，继续往下把阴线的高点破了，把这个缺口给吞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再去进一步加仓会更好啊。这根阳线的效果差一点点，还不能说特别好的一个止跌信号，只能说机械式买入是可以买的。而从周线上来看呢，相对偏高位啊，因为它的黄 K 目前消失了，所以周线环境偏高，它是有机会直接周线走强。因为黄 K 消失之后，它只要不是有明显的往下回裂、往下回落大跌，往这个缺口后的飘带去进行，只要不是走这种中期调整，而是继续往上推进，其实我们现在日线那个买点就有机会是一个好的买点。所以一旦出现进一步打破日线止损，一定要走，因为如果这个地方少止损，你不走，它其实下面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所以这里我们要先做2步去买入，第一步买少一点，就是昨天的 K 线；第二步反包缺口收阳突破，买多一点，那是进一步确定。如果没有那个买点而继续往下跌，那就要注意有可能往下龙门线跑，那就一定要止损。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 Coin 就来到一个中期反弹目标。我们刚刚讲扣位和特斯拉都讲过，如果龙门线是向下的，那么它的反弹目标其实中期来讲就是龙门线，就能到龙门线就算你强了，很多时候是到不了龙门线的，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到不了龙门线，现在是到龙门线了，我们要看一下龙门线突破的第一天、第二天有左侧的风险信号，设置一个防守。如果你买了，可以设置防守；如果没买，那这里就不构成买点。我们可以寻找这附近，如果再收一个阴线跌破，那就一定要短线止盈。如果你不是找卖点，而是找买点，那么就可以等待市场最好是对龙门线是有效突破的，然后回踩飘带，否则这里可能又是一个中期高点。看到下一个，来到 Circle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突破2根九转，这里是九转的压力线。2根之后有粉色钻石出现，是一个风险信号。这里刚好也是破龙门线2根，收阴线跌破回落，再找飘带后的一个买点。它的结构比 Coin 好一些些，因为它龙门线其实并没有像 Coin 那种长时间往下，目前是走平的，因为它之前这一波太强了，很强势的这种走势，偏向于中期以上的反转。目前2次回踩它也补了缺口之后没有创新低，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更像是一个周线的升幅2次回踩，你可以认为是1浪、2浪，这个地方寻找2浪结束初期的一个上涨买点，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待这里。但这里不是一个买入，因为它是单边左侧第一波的转折，第二波的回调是并还没有出现，所以这里还在确定龙门线的突破有效、衰竭和回调是否在这里发生。目前这个龙门线是在 85.382， 下方的飘带是 74.467 作为上影的支撑。下一个我们来看到李来的它的节奏相对偏乱，但整体还算是多方强，因为左高突破带缺口，缺口回补没有收阴跌破，目前整体在这个缺口之上，所以还可以。下方又是紫色飘带，所以之前我们说上涨回调这个地方买入之后，股价又是一个回调，那么这里如果又有一个反包阳出现，我们认为它是再次回调、再次启动的加仓点，而这里是机会大于风险，所以可以这么去认为。从周线来看，它也是刚刚突破左侧的九转的压力线，所以一波九转消耗之后，它只是震荡，继续往上就依旧维持周线再次还有上涨的趋势的一个行情。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AMD 就维持黄色飘带。黄色飘带维持它下跌，目前进入新的一个转势，因为它是黄色飘带嘛，所以紫色飘带持续的趋势是看涨，黄色飘带趋势持续看跌。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第一波转势的那一波行情，它抓得到就抓到，抓不到就算了。所以一般我们会持续找紫色飘带去做回调买点，而黄色飘带我们最多你想要做左侧的低点那一波的人可能会比较关注，所以目前如果你看到你手中的标的是黄色飘带，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只能是说抓左侧那一波日线的一个反转，但胜率其实会偏低一点，所以还不如等待一波飘带的转折去寻找回调买点。周线上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它还在维持周线的回调，它并没有周线止跌，所以它日线上的多头还没有那么好做，所以这是目前的看法。至少目前它连蓝 K 也还没有。我们来看到英特尔的2次回调有一个蓝 K， 之前这个地方回落时，我们其实一直在寻找一个买入机会，在缺口的地方它没有止跌，
往下依旧下跌，那目前就走了一个很深幅的二次回踩，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之前是有一个买入信号的，比如说之前是有一个回调缺口跳空买入，那么这个地方其实要少损了。那么第一次回调少损，因为它证明它会有二次深幅回调，甚至是破底行为，所以我们的二次买入必须要等待一个蓝 K 反包突破，并且最好不要跌破前低，这个时候去买才行，最好不要走到九转，尽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出现蓝 K 消失买点，然后蓝 K 消失买入，它得要至少反包昨天高点 88.91， 从周线来讲，整体来讲还不算太严重的一个风险，因为它已经出现了周线蓝 K 反包，而后飘带还有一定的范围，只是这次回踩它不能破低点，如果是反弹破，那么它其实就容易走出黄色飘带未来的一个走势，所以在日线上不能破左低，周线上也不要收盘破，略微刺破可以，但不要去收盘跌破，这里最好就能够在这附近出现蓝 K 消失的买点，那还能够关注会比 AMD 好一些。然后再看到 APP 整体就还看不了太多多头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很明显走加速下跌，它的龙门线这个飘带基本是黄色飘带，空方为主，它的一个周线也是，周线快要到九转了，到时候到了周线九转再说，周线目前是第7转，还没到九转，如果九转加上碰龙门线 272.514， 那么这里还有机会可以看一波反弹，因为之前这一波下跌也是九转后引发的一个反弹，再一次出现九转，那么又是龙门线支撑，有机会迎来一波中期反弹，那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可观的左侧利润，但现在还没有，还早。所以这是对于 APP 的一个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半导体3倍做多，它其实跟我们所说的英特尔的一个环境类似，价格蓝 K 反包左侧上行，但是它的一个飘带没有转势，股价回调是补转有一个影线，包括蓝 K。所以最好不要破左低的蓝 K， 而后在这里能够出现反包买进。当然，它这里没有出现周线的蓝 K 反包，所以比起来还是可以多关注英特尔，比其他都会好一点。当然，美光我们等等也会讲。再看到下一个是 Meta 主要是有一个蓝 K 再次的反包突破，所以现在是指数蓝 K 没有突破，和有些个股突破了，比如说谷歌，比如说 Meta 算是一个。所以 Meta 现在也可以看一下。但是它因为趋势整体不太好，所以只能说先看个反弹。像之前的蓝 K 这些都是反弹而已，只是有些反弹小，有些反弹大。之前这一波我们说可以做的，它其实算是一个相对可观的小幅反弹，甚至都不算小，毕竟也有10来个点。而后价格黄 K 跌破风险，目前蓝 K 突破机会，但是它的飘带的一个压力是比较近的，跟之前这里不太一样，所以目测来讲空间就提前就小了一截，除非这里它不是一个反弹，而是二次回踩，准备去破龙门线，那就有得玩。所以这个买点最终要看能不能到龙门线，但是初期就不能够受这个黄色飘带压制，就直接去少损，那其实风险比较大。所以这里构成买点之后往上看，一个是缺口，一个是飘带，它的上沿目前是 587.772， 下沿是 570.581， 比较靠近。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买入之后它真的能够是比指数强，那么就快速突破，那走到龙门线，龙门线能够走到它的一个机会就大很多， 621.811， 是吧？这个空间就可观。不过这都是左侧的，因为它右侧目前是没有太多的一个表现，它的飘带并没有转变颜色，它的龙门线又是长期压制，它的周线是在龙门线附近，所以周线是有一定优势，但是日线还不太好看。下一个个股来看到 RKB 它是一个回调当中出现了蓝色 K 线，蓝色 K 线产生，但是它是跌破了。跌破的时候不是很严重，因为跌破第一根嘛，我们说突破跌破都要看2根，突破的时候看2根会不会衰竭，跌破的时候看2根它不会衰竭，所以当前其实还没有说是特别有效的一个跌破，左低呢也还好，所以整体结构还是说要在这里出现止跌反包的一个 K 线，把蓝 K 消失终结有机会看它是二次回踩，因为结构上它是一波转变了飘带颜色。目前的调整幅度比起像其他的英特尔、AMD 那些其实都还算强，所以不算说特别弱，只是说相对弱。价格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周线强势底分型之后的一个回调，所以目前还不算特别不好看，只是说上方有一个黄色飘带，当然它不是说最佳的一个做多标的只是说相对还可以。下一个我们来看到台积电它也是一个价格上涨，一个强势转折，从黄带转为紫带，离龙门线是比较靠近了，龙门线是向上的，所以趋势肯定是比一些股票好。它也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紫色飘带但这里没有反包阳线，所以止跌不太确定，这里要出现一个反包阳线，我们再去确定飘带是止跌有效，去看上方缺口的一个回补。整体结构周线是没有问题，周线其实还是一个当边看涨，只是说它走的时间太长了，
这个地方要小心，它可能会是一个周线中期回调。目前它的止跌力度只能说还行，比起之前我们所看的那些蓝 K 消失仿包的要差一些些，不过也还可以，但不是说最优的一个做多的一个方向。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 PLTR 还是很强的，这个呢是一波反弹之后，它由之前的弱势的龙门线下行，而后一波强势反弹，这个反弹呢走了一个结构，然后转变了一个趋势，所以它有机会是一个大的一个反转了。那么这个反转之后有一个九转后它的一个调整是震荡的，然后又有一个飘带比较靠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之前是讲过这里有一个短线去博弈加速的买点，是吧？然后当前这里还是可以认为它这里是比较强势的回调，它是一个震荡而已。很多股票在下跌时，它只是走了一个震荡，飘带靠得很近，所以这里我们认为它还有一个上行空间。那么从周线来说，它虽然是黄色 K 线，但只要那个日线那里不要出现震荡转下跌，那么这个地方依旧往上，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一个高点，就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多头博弈的空间啊。当然中线来讲，肯定周线来看是偏高的，就跟我们所看的那个亚马逊一样是偏高的，但短线是有机会的。所以看到飘带临近支撑是 169.204， 然后这个地方的买点可以放在上周五的那根 K 线，目前呢也可以说低吸下跌找买点，但不要破之前的分型低点，8月12号这个低点 168.34 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点，这里如果收阴线跌破，就可能是震荡后要转下行，那就不太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希望它是走震荡收敛而后向上突破，所以这里呢作为一个埋伏区域，埋伏的是还有进一步的多方的短线空间，而如果不能产生这种震荡转上涨，那么转下跌的话，就可能会去踩日线的一个龙门线了。下一个呢，我们来看到美光科技。美光科技是一波价格的一个上涨回调，所以也是上涨回调，第一波走完了，第二波回踩。那么回踩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找一个买点。那买点其实是有的，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回调，虽然没有完全碰到，但是它是回调之后反包。但昨天回补了一个缺口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又有一个下跌缺口，补下跌缺口，再反向出现下跌缺口，这就有点吓人了。不过这里是第一批买入，所以我们可以把方向止损放在这一个缺口，是吧？这个缺口作为一个防守位。如果这个缺口回补之后，因为它昨天碰到了，如果快速再出现一个反包阳线，那可以说明这个缺口只是一个洗盘。所以下一个买点，下一个加仓点应该是反包阳线，把前方这个跳空下跌缺口给补掉。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缺口依旧保留的话，那么就不要再加仓，等待它去破掉下方缺口去止损。这个低点是 958.26，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吞掉，然后再去看涨，而且最好是3天之内出现这种阳线，再做更进一步的加仓。如果没有就不加仓了，等待下方缺口跌破就止损。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它也是蓝 K 消失反包突破，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上周说了它是一个买点，是吧？这一天是买点，买入之后呢，把蓝 K 低点设防守，目前还没有跌破。然后它这里是有一个晕线结构，晕线结构的下沿也可以作为支撑，上沿作为一个压力，所以它得要往上出现突破，所以突破之后这里将会是2次加仓买点，所以这里是第一个买点，止损放在蓝 K 底下，如果收阴跌破就要止损。如果没有，而是往上把母线突破，就做加仓。所以这是短线进入到买入区间之后，我们开始寻找一个买点和这个观察。它左侧也是个大缺口的一个支撑，所以它这个缺口回补目前还是比较强的，它没有像一些股票已经把缺口完全回补了。然后从这个大的一个周期，它周线上是出现了一个左高假突破然后回落，所以从大格局这里说明它这里的压力还是有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日线买入之后，我们先看短线对于左高态势的突破，如果不能够成功，那么就要去短线获利，去只是做短线了，因为中线这个地方结构不太好。而如果这个地方日线的买点没能成功，而是少损，那个运线是下破的，那就要止损，因为它有可能会进一步回补这个缺口，所以这个是对于分析之后交易的一个考量。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OI。AOI 的话，它出现跳空缺口，而后把缺口回补，缺口补缺口，这是一个很灾难性的一个事情，有可能会是一个倒型的缺口，那就会奠定一个中期的高点。那么这种缺口产生之后，如果要把这种风险解除掉，它是一定要快速把这个缺口给填掉的，才能说明这个缺口只是一个噪音，只是一个市场一个普通的一个行为，不是一个反转，不是一个中期高点行为，所以它一定要出现这种快速的把这个缺口吃掉。那样的话呢，可以去做买入，如果你是之前有仓位的，可以做加仓啊；如果没有仓位的，可以做第一次回调买点啊，因为它这个买点其实价格第一次是吧出现突破，那么后续跌破，它其实这里要做一个减仓，那么这里如果再次出现
突破仿包，把缺口吃掉，那就可以重新加仓，重新看涨。否则的话，这个地方就小心它是对于龙纹线有效跌破，那么就要把之前仓位给卖掉。那么这里呢，将是一个可能周线的黄飘带延续下跌啊，就要小心那种情况。下一个我们来看到 AUITE 的话，价格也同样出现一个下跌缺口，但这个缺口不是很大，没有像 AUI 那么大的一个缺口补缺口的那么大的一个风险。目前呢是把这个飘带呢还守得住，所以整体还算是有一个支撑在这里。那么支撑有，那么我们就得要干嘛呢？寻找买点。它回调到飘带后一直没有反包阳，它没有像之前这种有明显反包。但如果它反包的时候特别大的涨幅，其实就不是很好了。所以最好这里呢出现一个反包阳，但是又不要特别明显的大幅上涨，那样的话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回调止跌的一个动作，那就还行。它的下沿的一个支撑飘带呢，目前是811.48，然后龙纹线是720.21。我们再看到最后一个是 NBIS 价格在下跌时出现了五转，然后缺口回补，这个结构是挺漂亮的，因为它这里出现了一个价格的 N 字形上涨，然后飘带又转回了一个紫色带。回调时呢，这个地方它是缺口有支撑，没有完全回补，然后有十日线，最好这里能够出现缺口快速回补的阳线站上飘带，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回调的一个买点。那么当前的这个飘带上沿它是225.909，还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这里要站上去，把缺口回补，那就可以。目前如果不回补缺口，那么就不要随便在这里去加仓买进，因为它没有止跌的迹象。不过整体的一个回调力度，目前慢慢的会比一些股票要好，因为它的飘带是有撑得住的，比一些跌破的要好，是吧？比像英特尔那些被跌破的会更好，所以这个呢还行，可以开始关注。那么以上就是8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